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之战。在远古时期，共工是水神，掌控洪水；祝融是火神，掌控火。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自古以来不和，为了争夺地位，二位大神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神仙大战。祝融居住在光明神宫中，他给人间带来火焰，带来光明，因此深受敬重。共工居住在大海深处的水宫之中，他脾气暴躁，一不顺心便发动大洪水，让人间生灵涂炭。虽然这是共工的无意之举，但是却让人们内心记恨共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火神祝融的庙宇越来越多，而水神共工的庙宇不仅没有增多，反而在减少。共工心里十分生气，他觉得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，理应更尊重水神而不是火神。他越想越觉得心里不平衡，于是决定要和祝融一决高下，争夺地位。光明神宫在天空之上，常年神火不灭，给人间带来光明。水神共工向火神发起攻击，他任命大将相柳、蜉蝣担当先锋，携带万顷深海水，水淹光明神宫。在海水的淹没下，光明神宫四周常年不息的神火熄灭了，大地变得一片漆黑，人间顿时陷入惶恐之中。祝融驾着变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，所到之处，天清云无，雨水齐收，黑暗渐渐退去，大地重现光明。共工恼羞成怒，命令相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集上来，往祝融他们倾去。霎时间，长空中浊浪飞泻，黑涛翻腾，白云被淹没，神火又被浇熄了。可是大水一退，神火又烧了起来，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，风助火威，火成风势，炽炽烈烈地直扑共工。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御火，可是水泄千里，哪里留得住？火焰又如长蛇般卷来，共工他们被烧得焦头烂额，东倒西歪，只好率领水军且战且退，逃回大海。他满以为祝融遇到大海肯定会知难而退，不料祝融这次下了必胜的决心，全速追击。火龙所到之处，海水不由滚滚向两旁翻转，让开了一条大路。祝融直逼水宫，共工和部下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。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，蜉蝣活活被气死，相柳逃之夭夭，共工筋疲力竭，无法再战，狼狈地向天边逃去。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，他回头一看，追兵已尽。共工羞愤交加，一头向山腰撞去，一声巨响，不周山竟被拦腰撞断了。原来不周山是根支撑天地的天柱，天柱一断，半边天空就坍塌下来，露出石骨嶙峋的大窟窿。顿时天河倾泻，洪水泛滥，人间乱成一片。最终天神女娲出手，炼制五彩石补天裂，砍巨龟腿做天柱，大地重回正常。